月情浓。河天上怀日，寂寥世事千女中，世事千女中。此生应出这怀金岛屿的红楼。走啊你，快点儿！走，走，快走啊！起来，快走，快，快走，走啊！原来王夫人自那日着恼之后，王善保家的去趁势告倒了晴雯。本处有人和园中不睦的，也就随机趁便下了些话。王夫人皆记在心中，因节间有事，故忍了2日。今日特来亲自阅人，乃从袭人起，以至于极小做粗活的丫头们，个个亲自看了一遍。只把这个晴雯的贴身衣服撂出去，好衣服留下来，给好丫头们穿，不许给她带走。谁同宝玉一日的生日啊？我跟你说，就是他，这个慧香就是这小蹄子。又叫做四儿，是同宝玉一日生日的。这也是个不害臊的。他背地里说的，同日生日就是夫妻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太太，我想，四儿，你别。你打量我隔得远都不知道呢，可知道我身子虽不大来，我的心耳神意时时都在这里。难道我通共一个宝玉，就白放心凭你们勾引坏了不成？去把他家人叫来，拉出去配人。太太，太太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那不过是这玩笑话，从来不是真的。太太，太太，太太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太太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太太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太太，谁是耶律雄卢？就是他。唱戏的女孩子，自然是狐狸精。上次放你们又懒带出去，可就该安分守己才是。你又成精的鼓捣起来，挑唆着宝玉无所不为，并不敢挑唆什么。你还犟嘴？我且问你，前年我们往皇陵上去，是谁挑唆着宝玉要柳家的丫头五儿了？幸而没依，不然进来了，你们又连火炬挡着糟害着园子呢。你连你干娘都能祈祷，岂止别人？让他干娘来把他领去，就赏他在外头自行的女婿去，把他的东西一概给他。太太英明，多谢太太，还不快给太太叩头，出去。哎呦！上联凡有姑娘们分得唱戏的女孩子们，一概不许留在园里，都令其个人干粮带出，自行聘假。如今
且说宝玉只当王夫人不过来搜检搜检，无甚大事，谁知竟这样雷嗔电怒的来了。所责之事皆系平日之语，一字不爽，料必不能挽回的。虽心下恨不能一死，但王夫人盛怒之际，自不敢多言一句，多动一步。这是什么？宝玉的，怕是哪个姑娘留在这儿的？收了。这都是哪来的东西呀？眼深得很。是老爷赏的吗？太太，不是这个。老爷赏的另放着，这些都是外面得的。你全都收了。以后这里不许留女孩子们的东西，拿走。是。这才干净，省得旁人口舌。你们小心，往后再有一点分外之事，我一概不饶。我已让人查看了，今年不宜迁挪。暂且挨过今年，明年一并给我人就搬出去。心静。说毕，王夫人茶也不吃，遂带领众人又往别处去阅人。袭人送走王夫人回来，听宝玉倒在床上大哭。袭人知他心内别的还有可，独有晴雯是第一件大事。哭也不中用了，你起来，我告诉你，晴雯她好了，她这一家去，到新静养了几天。你果然不舍得她，等太太气消了，你再求求老太太，慢慢的再叫她进来就是了。太太不过一时信了别人的蜚言，一时气头上如此罢了。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啊！太太是嫌她长得太好了，未免轻佻些。再太太又是深知这样美人似的人必不安静，所以才嫌她。像我们这样粗粗笨笨的倒好了。这也罢了，怎么咱们私自玩话也知道了呢？又没外人走风的，这可奇怪了。你又没甚忌讳，一时高兴，也不管有人没人。我也曾给你使过眼色，也曾给你递过暗号，反倒别人都知道了，你反不觉。为什么？
为什么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，单不挑出你和麝月还有秋文来呢？正是啊，若论我们爷爷玩笑不留心的梦浪去处，怎么太太竟忘了呢？想是还有别的事，等完了再发放我们，也未可知啊。你是头一个出了名的至善至贤之人，他两个又是你陶冶教育的，焉得还有孟浪该罚之处？只是方官尚小，过于伶俐些，未免以强压倒了人，惹人厌。是我误了他，还是那年我和你拌嘴那一起，叫让来做些细活，未免夺占了地位，固有其意。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样，打小从老太太屋里过来的，就是她的性情爽利，口角锋芒些，也不曾得罪你们。像是她过于生的好了，反被这好怂。天知道吧，此时也查不出个人来，倒是养着精神，等老太太喜欢时，回明白了再要她进来，才是正理呀。你不必虚宽我的心，要等到太太平复了，再瞧石头需要时，她的病还熬不熬得到那个时候？她自幼上来娇生惯养，何尝受过一日委屈？她这一下去，就如同一盆才抽出嫩进来的兰花，送到猪窝里去了一般。况且又是一身重病，里头还一肚子的闷气。他又没有亲爷热娘，只有一个最泥鳅的姑舅哥哥，都不知道还能见他一面两面不能了。可是你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我们偶然说的一些妨碍些的话，你就说是不利之谈。如今你好好的咒他，可是该的了。他便比别人娇些，也不至这样起来啊。不是我妄口咒他，今年春天已有兆头的。什么兆头？这阶下好好的海棠花竟无辜死了半边，我就知道有异事，果然应在他的身上。我代不说，又撑不住。你也太婆婆妈妈了，这样的话岂是你读书的男人说的？草木已联系起人来，若不婆婆妈妈的，真也成了呆子了。你们哪里知道，不但草木，凡天下之物，皆是有情有理的，也和人一样，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。若用大题目比，就有孔子庙前之惠，坟前之诗，诸葛祠前之柏，柳木坟前之松，这都是堂堂正大随人之正气，千古不磨之物。事乱则为，事治则容，一千百年了，忽而复生者几次？这岂不是照应？再说小题目比，就有杨太真、沉香亭之木芍药，端正楼之相思树，王昭君冢上之草，岂不也有灵验的？所以这海棠一应其人欲亡，顾仙就死了半边。真这话越发说得我气上来了。那晴雯是个什么东西？就费这样的心思比出这些正经人来。还有一说，他纵好也灭不过我的次序去。便是这海棠也该先来比我，哪还轮得到他？想是我要死了。你这是何苦？一个卫青，你又这样起来。罢了，我再不提这事儿了，别弄得去了三个，又饶上一个。从子修提起，全当他们三个死了。如今倒是把他的东西做瞒上不瞒下，悄悄地打发人送出去与了他。再或有咱们常识积攒下的钱，拿几吊出去给他养病，也算是你姐妹好了一场。
你也太把我们看得又小气又没人心的了。这样的话还等你说。我才已将他素日所有的衣裳，以致各式各物总的打点下了，都放在那里。如今白日里人多眼杂，又恐生事，且等晚上吧，悄悄的叫宋妈拿出去给他。我还有攒下的几吊子钱，也拿去给他吧。谢谢姐姐，谢谢。方官蒙太太的恩典赏了出去，他就疯了似的，饭也不吃，茶也不用，还勾引上藕官、蕊官3个人，寻死觅活，说是只要剪了头发做尼姑去。我知道是小孩子家，一时出气不惯也是有的，不过隔个1、2日就好了。谁知越闹越凶，打骂着也不怕，实在没法了，所以来求太太，或者就依了他们做尼姑去。或者就教导他们一顿，赏给别人家做女儿去吧。我们没这福。胡说，哪里由得他们起来？佛门也是轻易入进去的，给他们打一顿，看还闹不闹了。是。当下因8月15日各庙内上供去，皆有各庙内的尼姑来送供尖之礼。王夫人曾于15日就留下水月庵的智通，与地藏庵的圆心住2日，至今未回。听得此信，巴不得又拐2个女孩子去做活使唤。坐。是。刚才看到贵府里的几个妈妈说，贵府里有几个丫头一心向佛，几个小妖精不安分守己，被我赶出去了。如今寻死觅活的在闹呢，不消礼。咱们府上到底是善人家，因太太好善，所以感应得这些小姑娘们皆如此。虽说佛门轻易难入，也要知道佛法平等。我佛力愿原是一切众生，无论鸡犬，都要度他。无奈迷人不醒，若果有善根能醒悟，即可超脱轮回。所以经上现有虎狼蛇虫得道者就不少。如今这2、3个小姑娘无父无母，家乡又远，她们既经了富贵，又想自小命苦，入了这风流行肆，不知将来终身怎样，所以苦海回头，出家修来世，也是他们的高义。太太倒不要陷了他们的善念。你俩既这等说，你们就收了做徒弟去如何？善哉。若如此，可是您老人家阴德不小。宝玉将一切人稳住，便独自央一个老婆子，就是这儿了，又许她些钱，带她到晴雯家去瞧瞧。哎，妈妈且别急着走，帮我瞧着点人，我进去看看就出来。好吧，二爷快去吧。这晴雯当日系赖大家用银子买的，只知有个姑舅哥哥，专能抛宰，也沦落在外。故又求了赖家的收买进来吃公食，赖家的又把家里一个女孩子配了他，便是上回贾琏所接见的多魂虫灯姑娘便是了。目今晴雯只有这一门亲戚，所以出来就在他家。晴雯招了风，又受了他哥嫂的歹话，病上加病，嗽了1日，才朦胧睡了。忽闻有人唤他，强展心眸，一见是宝玉，
又惊又喜，又悲又痛，忙一把死攥住他的手。我看你来了。我知道见不到你了。慢点，慢点。去倒碗茶来，我喝。茶在哪儿？在那灶炉上。宝玉看时，虽有个黑纱吊子，却不像个茶壶。就是那个了。宝玉只得桌上去拿了一个碗，也甚大甚粗，不像个茶碗。未到手内，先就闻得游山之气。宝玉只得拿了来，先拿些水洗了2次。复又用水涮过，方提起砂壶斟了半碗，看时绛红的，也太不成茶。这是茶吗？快给我一口喝，这就是茶了，哪里比得上咱们的茶？快！慢些喝，慢些，小心烫着。往常那样好茶，你尚有不如意之处，今日这样，你又怎么受得了呢？你有什么说的？趁着没人，告诉我吧。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不过，爱一个是一个，爱一人是一人。横竖不过3、5日光景，就要回去。只有一件，我死也不甘心。我虽生得比别人略好些，但并没有私情蜜意勾引你怎样。如何就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？我不服。今日极淡的续命，而且临死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，早知如此，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，不料是些傻意，只说大家横竖是在一处。不想凭空生出这一件话来，有怨我说死我。卸下这个来，等好了再戴上吧。可惜这2个指甲，好容易长了2寸长，这一定好了。
有所好心。回去他们问起来，不必撒谎，你就说是我的。进到了这血里，也就只好这样。的话我可都听见了。你一个做主子的，跑到下人房里做什么？看我年轻英俊，赶是来挑衅我的吧？好姐姐，好姐姐，快别大声，他服侍我一场，我私自来瞧瞧他。想让我不叫嚷也容易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姐姐，好姐姐。好姐姐，唐玉家听见你风月场中惯做功夫的，怎么今儿就反煽起来了呢？姐姐放手，有话咱们好说。外头有老妈妈在，听见了，什么意思？我早进来了，哪有什么老妈子啊？她是早家去了。我进来一会儿，在窗下细听，屋内只你二人，谁知你们两个竟还是各不相扰。可是天下委屈事儿也不少，既然如此，你但放心，以后你只管来，我也不啰嗦你。好姐姐，你千万照看他2天，我如今要去了。心比天高，身为下。晴雯，我今儿个要回去了，过几日再来看你。你好好养着身子，等好了，我去求老太太再让你进来。晴雯，晴雯，晴雯，你把被子拿下来，再让我看看你，你让我再看看你，你把被子拿下来，晴雯。走吧，他是不肯再见你了。晴雯，我过2日再来看你。走吧，晴雯。哎呀，走吧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晴雯，手摇多莺飞往事，多情公子共牵连。
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一去就是大半日，正要打发人找呢。你怎么眼睛红了？跟薛大哥哥吃了些酒，又去薛姨妈那儿看了看宝姐姐。晚上净吃酒了，肚子有些饿，你去看看还有什么点心没，让我吃点。今天是怎么了？这么早就睡了？累了。气这么着，就歇着吧。今天怎么睡？外面原是晴雯睡的，如今她出去了。我不管怎么，睡吧。原来这1、2年间，袭人因王夫人看中了她了，越发自要尊重。凡被人之处，或夜晚之间，总不与宝玉狭逆，较先幼时反倒疏远了。宝玉夜间常醒，又极胆小，每醒必唤人。因晴雯睡卧警醒，且举动轻便，故夜晚一因茶水起坐呼唤之人，皆系委他一人。所以宝玉外床只是他睡。今他去了，袭人只得还依旧年之例，遂仍将自己铺盖搬来，设于床外。宝玉，宝玉，晴雯，你的手怎么还这么凉？我给你捂捂。你们就好生过吧。我从此就别过。别走，别走，晴雯，晴雯，你别走，别走，晴雯，晴雯，你留下来陪我，你别走，晴雯，晴雯。别走，晴雯，晴雯，别走，别走。阿姨，你怎么了？晴雯，
么话，你就知道胡闹，让别人听见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死了，他已经死了。他一时半会儿怎么会死呢？你若不相信，天亮了，等天亮了，我们打发人去问问，不就知道了吗？死了。二爷，你别这样，好了，快睡吧。好了好了。给老太太请安。眼下有件事儿要回老太太。宝玉屋里有个晴雯，那丫头也大了，而且1年之间并不离身。我常见她比别人分外淘气，也懒。前日又病倒了10几天。叫大夫瞧，说是女儿痨，所以我就赶着叫她下去了。若是养好了，也不用再叫她进来，就上她家配人去也罢了。在那几个学戏的女孩子，我也做主，把她们放出去了。一则她们都会戏，口里没轻没重，只会混说，女孩们听了如何使得？再则她们既唱了会子戏，白放了她们也是应该的。况丫头们也太多，若说不够使，再添上几个来也是一样。这倒是正理，我也正想着如此呢。但晴雯那丫头，我看她甚好，怎么就这样起来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些丫头的模样、爽利、言谈、针线，多不及她。将来治她，还可以给宝玉使唤的。哼，谁知变了。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错，只怕她命里没这个造化，所以得了这个病。俗语又说女大18变，况且有本事的人，冷眼看去，她虽比人强，只是不大沉重。若说沉重之大礼，莫若袭人第一。就是袭人的相貌虽比晴雯略次一等，然放在房里也算1、2等的了。品择了2年，一点不错了，我就悄悄地把她的丫头月份钱止住，我的月份银子里批出2两银子来给她，不过是让她自己知道越发小心学好之意。且不明说着，一则宝玉年纪尚小，老爷知道了，又恐说他耽误了书；二则宝玉在自为已是跟前的人，不敢劝他说他，反倒纵性起来，所以直到今日才回明老太太。原来这样，如此更好了。袭人本来从小不言不语，我只说她是没嘴的葫芦。你这不明说与宝玉的主意更好，且大家别提这事儿，只是心里知道罢了。我深知宝玉将来也是个不听妻妾劝的，我也解不过来，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。别的淘气都是应该的，
只是他这种和丫头们好，却是难懂。我为此也担心，每每的冷眼查看他，是和丫头们闹。哼，必是人大心大，知道男女的事儿，所以他爱亲近他们。既细细查事，竟不是为此。哼，奇不奇怪？想必原是个丫头，错投了胎不成？二奶奶和二姑娘来了，给老太太和太太请安。疯丫头可好些了？可怜见的，一场病，脸儿都尖了。老祖宗总说我是个猴，如今可不真成猴了。老祖宗说的话这么灵验，求老祖宗以后只管叫我仙女儿，我呀也到天上做回仙女儿去。以后偏叫你猫狗。二丫头，这身打扮是做什么？大太太要让二丫头家去住几日，给人相看呢。跟我来。怎么，宝丫头私自回家睡了，你们都不知道？我应问你大嫂子，她说是告诉了她的。不过住2、3日，等你姨妈好了就再进来。你姨妈究竟没什么大病，不过还是咳嗽腰疼，年年是如此的。她这一去，必有缘故，管是谁得罪了她不成？对了，我瞧蓝小子那个新进来的奶子啊，也十分的妖巧，我也不喜欢他。我也说与你嫂子了，好不好叫他各自去吧。况且蓝小子也大了，用不着奶子了。太太，回太太，前儿赶出去的晴雯夜里死了，他哥哥嫂子刚进来回了。即刻送到外头焚化了吧，女儿老死的，断不可留。哦，宁赏他哥嫂10两银子烧埋钱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围观的家业凋零，富贵的金银散尽。有闻的死里逃生，无情的分明报应。签名的名一换，牵泪的泪一牵，冤冤相
贵也真侥幸，看破的遁入空门，痴迷的枉送了性命，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，好一丝是金鸟投林，落了片白毛